Hello，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蝴蝶兰的花剑问题，包括怎样才会出花剑，怎样才会出多花剑，怎样才有可能出侧花枝，也就是说出更多的花，还有花枝断了之后会怎么样呢？要不要接播呢？如果把它接播回去有没有效呢？还有花后要不要把花梗剪掉呢？现在是春天，百花盛开，蓝色也一样。今天我们就一边赏花一边闲聊，轻轻松松的把我自己多年的养蝴蝶兰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首先，蝴蝶兰要长花芽，它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温差，就是晚上的温度要低，白天的温度要高。晚上的温度最好摄氏15度到20度之间，华氏60度到68度之间。白天呢，摄氏25度到28度之间，华氏77到82度之间。如果能够保持这个温差4到6周时间，基本上蝴蝶兰都能长花芽。就算它不是很壮的苗，只有3-4片叶子，它也会长花芽，因为它具备了蝴蝶兰长花芽的必备条件——温差。至于怎样才能出多花剑，或者是在花剑上再长侧枝，还有就是长更多的花苞，这就跟很多的内容有关，包括品种、苗龄，就是说它是幼苗还是成熟苗还是老苗，都会对它有影响。还有植株的健康状况够不够壮也有影响，还有肥、水、光照都有影响。首先说苗龄，如果苗是幼苗还未成熟，那么你就别指望它开花了。如果是成熟的植株又有温差的情况下，它就会长花芽，它这是出花。出花通常不会多，也比较小，而且不完美。但是等它下一次复花，它就会比较好看，而且会多一点花，花朵也会比较大一点。随着它的年龄长大，它越来越成熟，开的花会越来越多。接下来要说的是水分，在催花的时候要控制水分，尽量的偏干养，抑制细胞营养输送，让它从营养生长转化为生殖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它抽梗的几率就高，可能抽出多梗或者是长出侧枝。所以在催花的阶段要给少一点水，而且要给水的时间拉长。第三点就是温度，晚上的温度最好不要低于摄氏15度，华氏60度。低过这个温度呢，它很容易烂根，还有它就会处于不生长、半休眠的状态，花芽也不来了。而白天的温度呢，最好不要超过摄氏28度，华氏82度。温度太高，叶片的蒸腾作用大，它消耗的能量就大，就不利于它开花。所以如果你的环境是比较冷的，就要注意保暖，给它暖气。如果你的环境是白天很热的，那就要注意通风，降低温度，开窗啊、风扇啊，或者是开冷气，保证它在这个温度范围，它开的花才多。第四个要说的是有温差的时间长短，对蝴蝶兰抽梗也有影响，通常是4到6周。蓝色我是设定了晚上最低温度是华氏60度，摄氏15度。白天如果有阳光的话，基本上是在80度左右，等于摄氏26-27度。纽约这个冬天很漫长，那么蓝色里面有温差的日子呢就很长，所以出的花梗还有侧枝特别多。
第5个影响就是光照。光照对花朵的多少、大小、颜色、香味都有影响。从簇花开始，长花芽、长花剑、长花苞，整个过程光照对它都非常重要。就算在它的营养生长期，就是长叶长根的时候，你给它充足的光照，而在簇花、长花芽、抽花剑还有长花苞的整个过程没有足够的光照的话，开出的花也会大打折扣。无论是花朵的大小、数量、花色、香味，都不如光照充足的。就算在它的营养生长期光照不足，而到了簇花和长花剑的整个过程给它充足的光照的话，完全可以弥补它在营养生长期光照不足的这个弱点。它照样可以开出很多很漂亮的花。在2024年的整个夏天，我都没有用补光灯给它补光，而到了秋冬，我就开始给它补光，符合自然界中蝴蝶兰的生长规律。在夏天，很多的树叶把光挡住了，它比较阴，而到了秋冬，树叶落了，它会接受更好的光照。我看过专业培养蝴蝶兰的资料，实验证实，蝴蝶兰在簇花、抽花芽、抽花剑到长花苞的整个过程的光照，比在营养生长期的光照对兰花的开花影响更大。兰舍里面今年的蝴蝶兰呢，它抽梗特别多，长的侧枝也特别多，花苞也特别多，开出的花量非常壮观。也就是说，上一个夏天我没有用灯给它补光，对它现在的开花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一点呢，就符合我刚才所说的专业养蝴蝶兰的实验报告，就是说在它的生殖生长期的光照比它在营养生长期的光照来得更加重要。就算营养生长期光照不足，到了秋冬出花芽、长花剑、长花苞的时候，给它足够的光照，它照样可以开出大量的美丽的花。相反，如果在这个过程没有充足的光照的话，抽出的花梗会很弱，还会减少花朵数量，花朵还会变小，而且呢，本来有香味的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蝴蝶兰在它长花剑的这个过程，光照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第一重要。第6点，肥料对开花的影响。除了光照，蝴蝶兰开花还需要很多的营养，包括氮磷钾，还有很多微量元素。在它的营养生长期，可以用氮磷钾均衡肥，或者是偏氮比较高的肥料，含氮量高，有利于它长叶。但是我通常已经很少用它，除非那棵苗还不够成熟。到了秋冬，我就会用磷钾偏高的肥料来促花。这个冬天呢，我就用了 PETA 的专业肥料10、30、20的。如果你有磷酸二氢钾的话，也可以喷一下叶面。我呢就没有用磷酸二氢钾，但是有添加钙镁补充剂，也不多，每个月就大概1次，在1加仑的肥料水里面加1茶匙的钙镁补充剂。肥料呢尽量是薄肥勤湿，一般呢我是用1/4茶匙的肥加在1加仑的水里面，基本上每一次浇水都是肥水。通常说施肥最好是在早上，但是我就没有这样做，什么时候有时间就什么时候浇水施肥。既然说到肥料，就说一下在花期到底要不要施肥。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延长它的花期，
在第一朵花开的时候就停止施肥。我的看法有点不一样，我呢首先要看品种，好像有些原生种的蝴蝶兰或者是珍奇蝴蝶兰，它的花期最多就只有1个月或者是1个半月，那种呢你可以不施肥。插一下话题，这一棵呢是超蝶，但是它的花色很特别，刚开的时候是金咖啡色，还有一条芥末边，花中心紫色，紫色慢慢扩散变成黄紫色，唇瓣是黄白相间，非常美的一朵花。虽然说是超蝶，却是我最喜欢的兰花之一。这花买的时候并没有分枝，现在有这么多的分枝，完全归功于我的养护，就是前面说的那几点呢。看这么美的花色，花又多又密，而且还有很多花苞没开。这一盆也很壮观，6条花枝，而且每一条花梗都长有侧枝。其实这一盆呢是有3棵苗，但是呢这3棵苗是连体的，每一棵苗都是双花梗，所以这一盆呢就6条花梗呢，这看上去就很壮观。以前呢我就很希望自己能有一盆像这样的，但是找不到，于是看到好看的兰花，我就一买就买2、3盆，然后自己组盆把它放在一起。其实你也可以这样，但是这一盆呢不是哦，是它自己长出2棵侧苗，这个可能跟它的基因有关。通常蝴蝶兰不容易长侧芽，但是有的品种呢是比较容易长侧芽，它就属于这一种。另外呢也可以用人为的方法，就是当花芽刚刚长出的时候，温度突然升高，温差减少，它就会从生殖生长转化为营养生长，花芽变叶芽。去年的春天气温多变，我有几棵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刚刚长出花芽，气温突然回暖，花芽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停止生长，这个时候给它施加以氮为主的生长肥，那它从花芽变成叶芽的机会就很高。这一盆小柑橘就是这种情况，2个苗在同一个盆里面，所以花量看上去就特别多。它旁边的这一棵只有1个苗，但是呢很多花枝，它是青铜佛，它又是什么情况呢？去年我有一个视频是专门介绍它的，它是从崔德州买来的，当时它就有2条花剑，花后我没有把它的花剑剪掉，这一条就是去年的花梗，它在上面续了一个花苞，但是在下面呢就长了2个侧枝。以前这种从超市买的蝴蝶兰，花后我肯定会把花梗剪掉，因为怕影响它来年的新花梗。看来完全是多虑了。看这一条呢也是去年的花梗，除了在顶端续花以外，还长了3条侧枝。以前以为只有原生种的蝴蝶兰或者是珍奇蝴蝶兰会续花，以为超市买的都不会续花，最多就是把前面的那一节剪掉，让它2次开花。没想到它也可以向前续花，还可以长侧枝，还不阻碍它长新花梗。旁边的黄色的这一颗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它前面的这一颗迷你的美洲豆，很小很小的小拖鞋，快要开了，让我先把它挪开。这一盆呢刚开的时候，花中心有很多小小的橘色的点，就像腮红，开着开着它就会变成金黄色，非常香的花。去年呢它就开了超过半年，由于它开花的时间很长，
以往的话我肯定会把它剪掉，但是去年没有。看这一条就是去年的花枝，它在今年呢就在上面继续的续花。看看还有另外的一条花枝，这边的这一条呢也是去年的花梗，现在呢它也是在上面继续的续花。那么这些续花呢就是赚到了，以往呢就是浪费了。今年它还长了2条新的花剑，所以看上去花就很多。这一棵呢2条都是新花剑，哇，很多的侧枝，很多花苞，花苞都互相打架了。这一棵还是有叶翼的，它长了很多叶，非常漂亮的叶子，很美的叶翼。我有3盆是带叶翼的，但是花色不同，都长了很多的花，叶子又多又漂亮，怎么可以养得那么好呢？因为满足了前面总结的那7点。如果你一直有看我的视频的话，就知道它原来并没有那么多花，它现在是越来越多花，是因为它的年龄和养护得当。这2棵呢，以往是没有侧枝的，现在它够成熟，够壮实，还有照顾得好，它就长了很多的分叉。而这一盆呢，去年也是有分叉的，这是它的基因问题。但是随着它的年龄增长，它越来越成熟了，它的花量就越来越大。看看这里还有很多的花苞没开，这边也是，它的花色跟旁边水培的这一棵很相似，如果没有比较，以为一样，其实不同的。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棵多一点呢？接下来看的这一棵是银叶斑点，香喷喷的。这一盆呢也是一个妈带2个孩子，所以花看上去特别多。妈年纪大，能开，双花剑，花也特别多。2个孩子呢就只有单花剑，花也少。这一棵很多分枝，但是全部还是花苞没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多数都已经开了，这就是它个体的原因。它对温度不敏感，所以在相同的环境底下，蝴蝶兰不一定同时开花。这一棵是香水咖啡，我们养花养多了，长出的花剑不小心弄断了，是偶尔会发生的事。断了之后会怎么样呢？看看这里，这个就是之前弄断了，我还专门拍下了视频做记录。看，就是这里，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很快的，它就在断口的那个节点上重新长出了花剑，但是花并不是很多，毕竟在前面断了一节，损失了一定的能量。接下来给大家看的是很出名的异星维纳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旧的花剑呢，如果它自己不黄掉的话，尽量的保留。看这一条呢，也是去年的花剑，今年呢，它就在前面继续的续花。它旁边的这一条呢，是今年新长出的花剑。看这里，这一条是旧的梗，在上面呢就长出了侧枝，这样看可能比较清楚。它有2条是旧的梗，2条是新的梗。2条旧的花梗上面呢，不但只在上面续花，还长出了侧分枝。看看这条旧的花梗上续的花也不少哦，欣赏一下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异星维纳斯。这边呢，这是旧的花枝上的侧花枝又长了新的侧花枝，这里还有很多花苞没开。这一盆呢是水培的大花蝴蝶兰，大花蝴蝶兰通常很少会长分枝，这里呢3条分枝，很夸张。这绝对不是基因问题，这是极少见的。我
想最重要一个原因是它够成熟，我养了它大概有7、8年时间了，再加上养护好也是一个原因。这一盆呢，这个本来是主枝，不小心弄断了，我把它接骨，但是呢没成功。但是很快的，它就在最顶上的节点上又长出了一条花剑。看这条花剑很长，花量也不少。这一条呢，本来是一条短短的侧枝，主枝折断之后呢，它就迅速的长大，好像主枝一样很长。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忆，我水培的这一棵断了之后，我帮它接骨，结果呢只开了4朵。通过这2个案例，我觉得以后再有这种情况，真没必要给它接波骨，因为就算成功，效果也不好。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它开花的时间，我们要怎么照顾它才会花期长又漂亮呢？第一，光照，不需要太高的光照，因为太高光照，它的花的颜色会变淡，而且呢会花期缩短。当然也不能走向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没有光也是不行的，中偏低光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温度，不要把它放到温度高的地方，温度高它的新陈代谢坏，花也会谢得坏，所以呢尽量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当然也不能太低温，如果太低温，摄氏低过10度，华氏低过60度的话，就可能导致消苞。第三个，水分。有的人认为要偏干养，就是尽量的少给水，它的花期才会长。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蝴蝶兰开花，它需要很多的水分，当然也不能湿漉漉的，要湿润。如果很干，花开的就不好看，而且呢花也容易谢。尤其是如果花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你是很干的去养，然后呢再下一次浇水，一浇透水的话，那整一串花可能就没了。如果真有这种情况，你忘记浇水了，现在又需要浇水，那怎么办呢？你就浇小一点的水，然后呢过2天再给它多一点的水，给时间它去适应。千万不要极干的情况下又给它一次大水，那花就会提早谢。第4点，肥料。有的说法是为了延长它的花期，就是在开第1朵花开始就停止施肥。我呢是在整个开花期都有给肥，但是是很淡的肥，是用氮磷钾均衡肥或者是磷钾肥都可以，不要用含氮量高的生长肥，肥一定要淡。我是用建议浓度的1/4，因为蝴蝶兰开花需要很多的能量，如果你不给它施肥，它会消耗它自身的能量来给花供给能量。所以我觉得呢，施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不是花谢了之后就把花扔掉的，要长远打算，而且用了肥之后也不觉得花期缩短，也可以开几个月。关于蝴蝶兰花梗的那些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收看。